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有多久没正常的大号过一次了？我相信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啊，大号的时间是不规律的。有的人呢是2到3天一次，有的人是5到7天一次。同时呢，有些朋友大号的时候还会发现这出来的东西是又硬又结实，而且有些朋友还会感觉出来的时候特别的疼。即便平常不大号的时候，有些朋友因为长时间没有去上厕所，怎么样呢？你的肚子就会坠坠的往下胀，非常不舒服。今天呢，咱们视频的内容非常的干，就是去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我教你一套方法，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上一遍。快则做完以后马上去厕所，慢一点的呢，2到3次，你只要能够坚持下来，基本上后面也会比较正常。好了，这一套方法我希望你收藏下来，同时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肚子开始有反应的，咕咕响的，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我们现在来讲内容。这一套动作呢有2道工序，第一个是在于我们的腹部，第二个是在于我们的腕部把这2道工序联合起来一起去做，一道都不能少。来，先讲一下我们的腹部的。腹部这里我们手放在我们中间这条线的两侧，比如中间我画一条线，手放在两旁，然后往下去推用哪里去推呢？用我们的掌根这里来往下轻轻的往下去做慢慢的做，柔和的做。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就是要把我们这里这一块部位很多朋友摸起来是不是硬硬的皮肤硬硬的，把这里先给它揉松我相信很多朋友他都知道平常没事不舒服的时候揉揉腹会好一些。那我告诉你，我今天教你的这个动作比你自己去揉腹要来得快的太多。你揉上一个300下，可能还不如我教你做10下就这样慢慢的往下去推一推，感受一下。当你感觉这里的温度有一些微微的变高了，感觉里面摸起来没之前那么硬了。好，我们开始做一个9转揉腹，也被称之为仙人油揉腹怎么去做呢？你看这个手呢为一个什么？为一个我们的方向手，也被称之为掌舵手这个手你看这里是负责伸的我们的小拇指这一侧负责从右侧往上伸，左手这里大鱼际这一侧负责压。那么我们往下走的时候就是压。你记住一个口诀：右伸左降右伸左降。那么右伸的时候小拇指这一侧，左降的时候是大拇指这一侧。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单手的，你看是这样的注意看我手上的一个变化，再做慢一点，来伸降下去以后，到最底部的时候手要往下这样压一下那么这只手我们左手不能闲着，左手干嘛呢？左手是负责向内施力，也就是说它相当于一个油门向内施力，要把这个力量去压到我们整个腹部当中，所以整体的动作它形成了一个这样。咱们很多朋友是这样去做，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看别人做的时候，别人不告诉你他手上是怎么发力的，你就是照葫芦画瓢，但是呢你里面的核心没有学会。咱们试一下我教你的方法，你看右伸左降，右伸左降，上的时候你可以配合吸气，下的时候配合吐气，然后慢慢的把我们这个肚子当中的圆越画越满，然后你的身体就会怎么样？自然而然的跟着我们的手去动起来。所以我们就来这右伸左降，把我这个手拉开，就是这样，右伸左降。你要找到上升的时候是我们的小鱼际，下升的时候是我们的大鱼际你看上下上下，我们一般是去做上一个7、7、49下，就这样去画，很快的，一般就2分钟左右。当你这个动作做完的朋友们，体质稍微敏感一些的，肚子里面就开始响了，里面就像一个小火苗升上来了，热乎乎的。然后有些朋友是往上会打嗝，有些朋友呢是往下会放气这个都是正常的，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反应。然后呢，我们开始拿出我们的手腕，无论是左手右手都行，我拿左手给大家演示，拿出我们的手腕，用我们的手卡住这个手腕的两侧，你看这个手腕两侧，大家看一下手腕的两侧把它卡住，卡住了以后就这样绕着去转圈，手卡住，你看绕着去转圈，不要转多，依然我们去做一个50下左右，就这样去做。这个动作做着做着，你马上这里面就怎么样，就开始翻江倒海了。敏感一些的朋友们可能已经去厕所了，体质稍微不敏感一些的，你做着做着可能也会感觉出来了有感觉的时候不要着急停，再接着做一做基本上就好了。来，咱们就这样反复的在这里揉，大概是3分力，不要很用劲，不要很用劲这样去做，大概是3分力，就这样轻轻的把这个动作给做好我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细节满满把一些你们不知道的
的一些细节都教给你们。所以你们没有点关注的话，可以帮助我的视频点一个关注。平常呢，我也会分享一些非常干货的视频教给大家。这一套做下来以后，基本上你的里面的感觉就有了。如果你有的话，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同时一定要记得把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也可以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好，今天的这一套方法就分享给你了。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记住了，没有关注的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为。我相信咱们的粉丝当中有很多朋友是长期睡眠不好的，每天晚上只要一睡觉，就感觉大脑当中就安定不下来，就忍不住的去播放一些小电影，感觉整个人都非常的燥。好不容易睡着了，被一些声音给他惊醒了。惊醒了以后，一看时间，才感觉2点钟、3点钟，然后一想着6、7点钟又要起来了，还有4个小时，一下子心理压力上来，又睡不着了就是反反复复每天这样去做。我给大家说过睡眠是放在所有东西之前的。你吃的再好，念的再好，只要睡眠不好，一切都归于零。而睡眠好了以后，你再稍微吃一点再稍微念一些，整个身体的状态会怎么样？完全不一样。所以睡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长期睡眠不好的人，不仅会感觉这个记忆能力会错乱， A 讲的事可能会想到 B， 可能是人名都记不得了，就想到事情的原因。还有呢，就是每天状态萎靡不振，就算给他睡上10个小时，他每天都是感觉浑浑噩噩的。今天我教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方法，这个方法你只要跟着我去坚持去做上1个月到2个月，你会发现慢慢的躺在床上，你的心能静下来，然后呢，你整个人的状态会变好。我们都听过一个成语叫做心神不宁，对不对？心神不宁，你只有把这个心给它定下来，神给它定下来，整个人一宁下来，自然而然就会睡着。这个方法是一套动作，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大脑当中有一种空空的感觉，整个人状态定下来以后一定要给视频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给咱们的视频点个赞。话不多说直接讲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来，我们先找到一个点，这个点叫做什么？这个点，我手指的点叫做神门。这个神门这个点非常的重要我们找到这个点以后，把2个神门对在一起，轻轻的摩擦。这个动作我得给大家提前讲一下，是咱们晚上去做。晚上睡觉的时候比如说你10点钟睡觉，你就8点半到9点钟的时候去做，提前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区间。好，来这样轻轻的摩擦然后反复轻轻的摩擦。好，这样去摩擦一个30下到50下。你手像我转不转都没事，你只要把2个点，你看这样对在一起，然后轻轻的摩擦。摩擦完这个点以后，然后不要着急，我们手腕横纹下面3指这个点你看腕横纹下面3指这个点中间这个地方叫做肋关把2个肋关在一起再摩擦。有的朋友为什么你要去做肋关呢？肋关不是和我们的心相通的吗？其实你要知道我们讲的睡眠不好，其实和我们的心有很大的关系你只有先把我们的神门和肋关打通了你整个人的睡眠状态就会不一样。就这样简简单单，我们去做上一个50下50下，依然是50下，大约耗时也就是30秒钟左右。在做的一个区间，我们慢慢的调整呼吸，吸气，慢慢的吐气，就这样吸吸吐吐，慢慢的慢慢的做完了以后，此时你会发现，可能有的朋友手掌会发热，有的朋友呢额头上面会微微的出一些汗，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然后我们开始把我们的手指交叉在一起，拇指往下去按压，2个拇指往下去按压，手这样去交叉大家看好，手这样去交叉，这个关节点对关节点然后就这样放在我们的腹中，就这样慢慢的按压，眼睛闭起来，然后吸气，吐气。就这样静静的，你会发现10秒钟到15秒钟左右，就这样一直保持这个压力，你会发现你的大脑当中慢慢的会进入到一种空空的状态。什么叫空空的状态呢？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在睡觉之前，还有我们睡眠当中，它中间有一个空空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一个过渡的状态，所以在这个状态当中是一个非常接近于睡眠的状态。好，我们就这样感受一下，是不是大脑当中有一种空空的感觉？你的这个整个状态你的整个头皮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放轻松的感觉？这些都是好的现象，慢慢的去做，静静的去品味这30秒钟。
30秒钟做完了以后，来，我们所有人啊，把我们的手形成这个七字形以后，对准着我们的眉心，这样轻轻的去啄啊，轻轻的去啄，这样轻轻的去啄我们的眉心，小鸡啄米一样，轻轻的啊，轻轻的，不要快，不要急，不要很快啊，就慢慢的、均匀的、轻轻的去啄30下到50下。好。做完了以后，头顶2个耳朵之间这个点叫做什么？百会，轻轻的这样去啄30下到50下，啊，就这样。这是一套动作，你把这个50下再啄完以后，然后此时你再感受一下，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啊就安定下来了。就比如你看我讲话的速度马上就安静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让我们整个人身体啊安静下来的一些点点微微啊，你们按照这个顺序去做，千万不要做反了啊。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然后第3个、第4个、第5个，5个步骤做完了以后，你坚持去做。你第一天哪怕做完以后，你感觉没什么变化，不要气馁啊，你坚持连续做3天，这3天以内，它就会给你一个好的感受。而且咱们很多朋友啊，体质稍微敏感的，他当场做完以后，他就心就静下来了。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大家感觉有用、有收藏价值的，把它收藏下来，同时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你记住了，大伟的视频啊，分享的都是纯纯的干货啊，没有关注的朋友记得关注一波，在别人那里啊，或者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冬天一定要让我们的脖子啊变得暖暖的，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脑袋。为什么脖子这里非常重要？因为它里面穿行着向上走的一个供血的通道，特别是经常感觉啊头上面晕乎乎的啊，头上面感觉迷迷糊糊的，经常记忆力时好时坏的人群一定要注意了啊！我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演示啊，大家就明白了啊。你看这个手呢，就是我们重要的往上走的这个通道啊。你看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呢是什么呢？是一些啊容易堵着产生的一些堵点。正常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来说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啊，这个通道是这样的。那么随着我们啊天气变冷了以后，大家注意看这个通道会怎么样发生一些变化，它会变窄变紧，因为天气冷了嘛。当它变紧了以后，你看这个上面走的这个通道的口是不是越来越窄了？你就会感觉整个头啊变得晕晕乎乎的，因为你这个气血供应它就不足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脖子的温度啊给它控制好，让我们的脖子啊保持在一个非常暖洋洋的状态。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通道啊它就会持续的张开来啊，让我们往上走的这个气血啊变得更加的充足。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个点，这个点啊可以说是我们脖子的一个核心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大椎。大椎这个位置啊非常的重要。大家看啊，你看我们肩膀横过来，我们的颈椎竖过来，它交叠的这个点就是我们的大椎。可以说大椎是我们整个通道的一个枢纽。只有把大椎这里给它变热了，那我们的肩颈也会变得轻松，我们往上走的供血啊也会变足。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黑科技小道具，分享给大家，就是这个自发热的护肩颈带。我家里面的长辈基本上是人手一条，每天冬天没事的时候啊就套在脖子上面。这个护肩颈带啊，它是自己会发热的啊。里面你看到这个凸起的小点都是能量石啊，一共有13个能量点阵。那么这个点阵呢，它会产生一种波，那么这种波它会透过我们的皮肤达到深层，然后呢产生细微的震动，从而让我们的深层啊开始发热，温度啊是由最里面那一层，然后持续的往我们最外面的皮表开始散开的。所以你把它戴上去以后，和我们去做这种艾灸的感觉啊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感觉啊是更深层，你能清晰的感觉到我们的脖子啊里面有一种啊沸腾的感觉啊，非常的舒服。整个脖子后面啊这一圈都暖洋洋的，然后以我们大椎啊这个点开始逐渐的往外蔓延，然后我们往上走的这个气血通道，包括我们的肩膀都会变得非常舒服。像很多人啊，他脖子后面特别怕冷的，或者自己啊感觉往上走的啊，平常这个供血不足的，都可以把这个在冬天啊戴上。因为你只有把我们的脖子护好了，把这个枢纽啊给它保住了，你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气血运行啊不受到一些阻碍，气血运行的更加的顺畅。
这个方法呢就分享给大家。我把这个自发热护颈带啊就放在我的橱窗当中，大家有需要的可以看一下下方的橱窗进行获取。同时，这个自发热的系列啊，不仅仅是有护颈的，还有包括保护我们膝盖的发热，还有我们腰部的发热，它是一套的。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腰部或者膝盖，可以选择一套的。单纯的我们也可以直接选择关于肩颈的一个自发热的护颈带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这个视频啊就分享给大家分享了这个我家里面人用的口碑非常不错的这个自发热的护颈带，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过好一个冬天。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的肩膀是不是越来越厚？每天都感觉自己的肩膀啊被吊着，这个肌肉啊持续的发酸，非常的胀。而且很多朋友摸一摸自己的肩膀，摸一摸自己的颈椎，发现里面啊全是一些硬的筋结，好多的小疙瘩，这个肩膀啊常年发凉，非常的不舒服。讲了这么多啊，其实今天啊就为了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方法非常的有用啊，大家只要拿出双手跟着我做一遍，就能让你的整个肩膀啊变得非常的轻松。这其实是一套方法，你只要能够学会，你的肩膀啊将会柔软如初。好了，来讲方法啊。我们把手拿出来，然后呢找一下这个点啊，这个点呢就是中指，你看握拳中指点的地方，我们称之为劳宫。好，用我们的手指，你看点上去啊，用力的点上去啊，形成这样的。点上去以后呢，来感觉啊往里面发力，感觉酸酸的胀胀的以后，好，我们来握拳，来1、2，你看我手是点进去的啊，3啊，形成我这样的姿势，4啊，我们只要握上6下。来就能感觉到很神奇的事发生。好，6下握完以后，我们开始做什么呢？耸肩。你会发现，当我这个手给它点到位了以后，我这个肩膀啊一下子啊就轻松了。为什么？因为把这个里面的经络给它打开了。好，我们右手也一样去做啊。你看，来找到劳宫，好，点进去以后，来握拳，1、2、3、4、5。6，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可以放到胸口啊，这样的话你点进去更有力量。好，做完了以后再活动一下，是不是两边一样都已经放松了？感觉有用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讲重点。这个方法是打开我们肩周的经络，但是你要知道，肩膀不好的人，他不是靠简单把你经络打开就行了。我们的肩膀上面啊，其实暗藏着很多的一些筋结啊，一些疙瘩，包括你摸上去的一些老筋，这些地方你不把它彻底的柔化了，给它散开来了。这个地方它会越堆越多，就像冬天下雪一样，它会从一片雪花慢慢堆积成一个雪块，最后再结冰。这个时候你再想去松它就很难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给它下功夫。我现在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准备这样一把艾草经络锤，这个鼓鼓囊囊的包里面啊，包裹的都是艾草。这个艾草有什么用呢？我边做边给大家说。我们用这个锤子啊，它敲击力度非常的大，大家听声音。好，我们把头啊歪向一边，然后呢，沿着哪里去敲呢？大家注意看啊，你看，一直敲着我们的肩胛骨啊，你看，从我们这里啊，就是这里呢，像一个山的脊一样啊，然后一直往后面延续，敲到后面，啊，从上敲，而且敲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记住。你的脖子啊一定要歪过来，把这里完全暴露出来，然后来敲下去，感觉是非常的舒服啊。因为它这个锤子呢，一方面它非常的紧实，敲下去的时候它这个渗透感非常的好。另一方面呢，它是里面包裹着艾草啊，艾草呢是至阳之草，所以呢你在敲打的时候，它这个气味啊会随着这个震动啊从空气当中散发出来，你闻着这个艾草又能帮助你啊活血通络，同时呢它这个气味在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也能很好的把我们里面堵着的点啊给它散开来。我们就这样敲啊，你看从后面看一下啊，敲。啊，非常的简单，是不是非常简单？好，左边敲完了以后，右边也是一样啊。你会发现啊，你在敲的时候啊，皮下会有一些啊大的筋啊，一些紧的地方，甚至敲起来的时候感觉特别的酸酸的、胀胀的，对不对？这些地方啊，都要通过这个小锤子啊，每天敲一敲，就把它敲通了。而且很神奇的是啊，就是你当它通了以后，你会发现有一种暖流
往上涌，这个脖子啊四周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的暖和。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每天捶打所带来的一个好处。同时，这个锤子它不简简单单是捶我们的肩颈啊，比如说我们的头部也可以啊，比如敲这里。它的功能啊非常的多，两边都可以敲，轻轻的敲击啊。这个味道啊会不断的这样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当中，同时我们闻着这个味道，对于我们的身体啊也非常的好啊。每天把头部啊这样敲一敲啊，如果你晚上啊睡不好，也可以这样试一试。这个方法用的很多，我后面会出一系列的视频，把这个锤子怎么用的，怎么真正发挥它的一个效果分享给大家。